下面有请上海滩的金嗓子叶英小姐为大家献唱一首《天涯歌女》。哎，刘翔，咱们去跳舞吧。啊？我不会跳。我教你。哎，我。报。你不会是在躲你的旧情人吧？怎么？你欠你什么情债啊？别说话，报警网别让他看见我。要不你帮我打听邓希文，我帮你保定你的老情人。Mary。陈老板，真的是你啊？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就是啊，好久都不见了。你越来越年轻了，我都没敢认。在哪里发财呢？Mary，你做人一点也不厚道啊！上次你口口声声说有一颗南非的珍珠你要卖给我，还说一到上海就跟我联系，我可一直等着呢。啊？你也不给我个准信儿。哎，那个珍珠呢？那颗珍珠啊。我卖给他了。我？啊，对，我买走了。你买了？对，Mary， 这怎么回事？过来。陈老板，你不知道，我惹不起他。那个人啊，势头可大了。他是南京的首富，黑帮的陈帮主，那就是他的手下跟丫鬟。黑帮啊？是啊，我这一来上海啊，他就看上我手上这颗珍珠了，非要不可。说谁要是敢跟他抢，他就……有这么严重啊？那Mary，这事儿啊，你可没摊上善茬啊？可不是嘛，我就想啊，干完这单我也不干了，到时候还得仰仗陈老板多给我指点发财的路啊。嗨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你 Mary 一句话，我老陈还不是说到就到？你看看你陈老板，哎，对了，就是那个陈帮主一直在跟我打听一个人，听说是他的仇人，叫邓习文。您见多识广，不知道您认不认识？啊，邓习文呐，他早就死了啊，而且都死了大半年了。死了？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些邓希文的线索。哎，天叔，你在这里把风，我们进去吧。哎呀，爷爷！不怕了，进去吧，有危险，跑出来。哎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天底下没什么鬼的，只有装神弄鬼。我们进去。好像真的有鬼呀！太恐怖了！吓你们的！要不咱们别进去了啊？我
害怕。等一下，先别出去，外面可能比这里面还危险。啊！你听楼上有声音啊？什么声音啊？唱歌声音。我上去。别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回去吧。那万一外面的东西闯进来怎么办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我上去看看啊。不，别去。进来！哎呀，是留声机嘛？不对呀，这个房间里没有人，他自己会响。千万别睁开眼睛啊！是什么呀，何小哥？哎，我这头顶是什么东西啊？千万不要睁开眼睛，要不然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到底是什么呀？不要睁开眼睛。我的头好痛啊！假鬼啊！那哦，你们说这世界上只有装神弄鬼的吗？没错，你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他弄的。你为什么装鬼啊？好啊你！哎呦我！哎，原来是他呀！我欺负我啊！哼！喂，那谁啊？有人跳楼！邓夫人！喂，是邓夫人啊！来不及了，她要跳了！救人！快！夫人！夫人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！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让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啊？孟雄哥，你没事吧？被一个从天而降的女鬼压着，怎么会没事？哎，你说谁是女鬼呢？你……哎，好了，邓夫人，我父亲是您先生的朋友。你是何百清，何大哥的儿子？没错。你跟你父亲
长得太像了。您认识我父亲？我家老爷和你爹以前是好朋友，之前我们两家来往是十分密切的。真的？只可惜呀，我们家老爷8年前就已经不在了。现在这栋房子也被封了，我还活着干什么呀？夫人，您别太伤心了。您这样，身子吃不消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闪不开要跳楼呢。小心，说什么呢？邓夫人，我们这次来，确实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十分抱歉。其实我们来，是想向邓叔叔打听一些消息。既然来了，那就问吧。我爹当年死得十分蹊跷，我一直耿耿于怀。其实是想向您打听一些我爹的情况。邓夫人，我知道我家老爷出事前几天，他曾经见过邓老爷，不知道是不是交托过什么东西给他呢？是不是？好像是有。夫人，我爹当时到底留下了什么？我想看一看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能不能先答应帮我一个忙，我再告诉你们这个秘密。什么忙？我看你们一个个都身怀绝技的样子，你们能不能先帮我赎回家产，然后我就告诉你们那个秘密。邓夫人，您做人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明明就是何老爷留下的东西，您凭什么不给何孝哥啊？还提出这种条件？少卿。就是啊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这里可是大上海，像你们这种没落富豪，没有了钱就等于没有了脸面，在大城市就要有大城市的规矩。你现在一穷二白，还要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条件，我看这个忙咱们没有必要帮。啊，对了，不赚钱的买卖我可是不做的。哎，坐下。邓夫人，我爹跟邓叔叔是故交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我一定会尽力帮您。但是来之前，我就听到一些消息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家是做珠宝生意的，自从老爷过世以后，生意就越来越差。1个月以前，来了一个姓莫的官家大客，说要钉一尊翡翠观音给少奶奶祈福。我命人精心打造，亲自监督。可是就在取货当天，那尊翡翠观音竟然当众脱色。本来我是指望着这尊观音翻盘的，结果这事儿一出之后，所有的订单都被取消了，还有很多的老客人拿着以前的真品找我退货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公司就破产了。还有那个莫老爷，更是不依不饶，追着我赔钱。他说，要是我赔不出来，就要把我告上法庭。我怕把事儿闹大了，就把这栋房子典当冲了债。我是很喜欢这栋房子的，我舍不得。而且过几天我女儿丽丽就要从国外回来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对孩子说。我觉得这件事有蹊跷。我也发现了。邓夫人，我们可以帮您把房子赎回来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赚钱的买卖我不做。我不会让你们白做的。我手上
还有一批泰兴珠宝贸易的股票，那些是老爷用我的名义买的，所以才没有被他们收走。我会付你们酬劳的。钻石股票？邓夫人，恕我直言，为什么您不拿这批股票做抵押，非要拿自己家的房子呢？我是走投无路，没有办法了。那个莫老爷说什么也不肯让我用股票抵债，非逼着我用这个房子抵债。好吧，听着还不错，那我也加入你们的行列。夫人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力。不过我希望您保证，我把您房子赎回来之后，您一定要对我爹的事情知无不言。一言为定。红玲，你没意见吧？啊，我同意。那接下来我们做点什么？先去会会那个莫老爷。谁呀？你们是？啊，您好，我们接到电话说你们的电路坏了，我们特意过来看一看。爷爷，是这个吗？一看就是啊，这电源呐，哇，电哪里好呢？我们家电路没坏啊，还没有坏啊？啊，不是，我是说，我们可能整错了，我们弄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啊，这个，怎么还没剪断？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回事？哇，哎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没有音乐了。好，等一等啊！终于剪断了。哎，等一等啊！师傅，我们家灯真的坏了，请二位到里面瞧。啊，来了。请。管家，你们家电线老化的太厉害了，得修一阵子呢。啊，喂，找到没有？就是它了。哎，这手电从哪儿搞来的？市场上买的。唬谁呢？这是军用级别的，市场上谁敢卖这个呀？我说是就是，快来干正事儿。你看，这观音是染的。呛色。哟，这你能看出来？多亏你这个从市场上。不过啊，呛色需要高温，一般的烧瓷厂才能做得出来。可上海没有烧瓷厂啊。但是，如果只是这么大一尊佛的话，只要一支电动枪就够了。黑市上倒卖文物的常干。哎呦，行家呀！那我们去黑市上看看。好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听见没有？听见音乐响了。乔敏姑娘，来，坐啊。我女儿丽丽啊，发电报来了，她说她又拿到奖学金了。我不太关心这样的事情。哎，邓夫人，家里破产的事儿，丽丽还不知道吧？要是让她知道了，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你说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作为女儿，现在还不知道人在哪儿呢？这话不能这么说。我们丽丽一直都是很懂事的，从小到大受着最好的教育。受再好的教育又有什么用啊？
恐怕是连一点承受力都没有吧。要是让他知道家里破产了，还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呢。乔敏姑娘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他家里出事了，我怕……你怕他承受不了，还是怕同学笑话他呀？邓夫人，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些有钱人，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的虚荣吧。快看啊！来看一看吧，先生。您看一看，好东西啊！这上海啊，简直太好了！昨天去了百乐门，今天又来到这么大个古董市场，我发现自己以前真是白活了。你呀，身上的古董服跟这个古董市场简直是绝配。行了，再往前面走一走吧。啊，我去看看有什么吃的。就知道吃。走吧，走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请留步。我好心提醒你一下，我发现你啊，印堂发黑，所以你要小心有灾哦。乱七八糟。哎，等等！哎呀，你别再缠着我了，我没钱给你啊！哎，我说跟你要钱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看你这面相和你这骨骼，一看就是习武之人，对不对？先生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周身阴气太重，所以你啊，你要小心桃花劫。我还能有桃花劫？当然。你别开玩笑了。哎，您是跟人做事的吧？还有，你们家主子家里边有2个女人，一个呢，应该跟我年龄差不多，这还有一个嘛，应该年龄比我小一些。你呢，不但给你家主人做事儿，还得帮你家主人做当厨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因为我是算命的嘛，而且靠这个吃饭了。另外，你在家乡是不是还有一个老婆？这你可算错了，根本没有这样的事。哎呀，求求你！哎呀！哎呀，好了，你算中了，可是我被逼的嘛，那才是桃花劫。你，桃花劫？那，你知道怎么解吗？你是算命的。你真的想解吗？当然想解了，我根本就不想娶那个女人，误人误己。好吧，看在你这么坚持的份上，我这里有一块家传的金刚石，本来这个我是不卖的，看在跟你有缘的份上，就卖给你吧。到时候你见到你老婆，别忘了把这个给她，就能化此劫了。啊，哎，可是这个是多少钱啊？我身上只有1块大洋子，不知道够不够。哎，我这个可是传家之宝哎！哎，我求求你了。哎，菩萨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所以呢，你就卖给我吧。好吧，看在我跟你有缘的份上，就半卖半送吧，别忘了给她。谢谢你，神仙。哎，你看，想不到这市场上还能出现这么好的官窑青花瓷啊！可惜啊，卖的人眼拙了，让买的人捡了个漏。赝品，不过这手艺还真不错。哎，你看这口，仿的跟真的似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你别给我下套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哎，你们看，我得了块宝贝，这是什么啊？纯阳护身金刚石，很厉害的。算命的说，可以用来镇压住阴邪之气。那算命的是不是还说，你
会有桃花劫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他还说，我们家里有2个女人，哦，一个呢是20出头，一个是小姑娘。哦，还有啊，他说我不仅要给你们当保镖，还要给你们做饭。你说准不准？准不准？全中了！哎，你别笑，哎，你说准不准嘛？那个女的简直就是个女神仙。他还说拿这块石头啊就可以什么？就可以娶个老婆？呸！我才不要娶什么老婆呢！就算娶，也得是少。反正很灵啊，哪有人才一见面就可以猜出这么多东西啊？孟琼，你看，你这外头穿了一洋装，里头穿了一旧褂子，这明显是主人给你值班。你再看看你这油腻腻的手，说明你经常在厨房做事，身上混了巧米的香水味，这是20多岁女人常用的。至于10几岁那个，小心这个丫头！哎，那我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啊？你觉得有用就有用，你觉得没用就没用。这有用的东西啊，放在没用的人身上，它也没用；没用的东西啊，你好好利用它，也有用。明白了吗？什么意思？那我是被人骗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来，你看这边。你认为哪块石头最贵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懂。所以啊，懂的人被人骗了，就叫做被骗了。反正你也不懂，也没什么所谓的骗不骗了。对，你看那边那个人，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堆假瓷器，还乐得跟朵花似的。所以，别纠结了。假瓷器，我去告诉他。哎，在古玩行里面有句话叫做“非请莫见”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别人呢要是没有请你去见面，即使赝品过眼，也绝不插手。小心啊，猪头！照你们这么说，刚才那个女神仙肯定是个骗子。我去找她。喂，叫你来是保护我们的嘛。哎，何强，你看那儿。邓夫人，黄先生，今天是邓大哥的生日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祭拜的。我黄冲也过来凑个热闹，好让邓大哥热热闹闹的过个生日。邓夫人，李正超李先生8号开寿宴，想必帖子已经送到你府上了吧？李先生是老爷的朋友，我和他不太熟，我看我就不去了吧，免得尴尬。那怎么行？李先生是专门邀请你们母女的。我们母女？对啊，我已经跟丽丽通过电话了，她那天正好从国外回来，到时候我会派人接你们。她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来了吧？丽丽是个懂事的孩子，我想她一定会理解你现在的处境的。黄先生，邓夫人，我知道你最近手头紧张，这个你先收下。以后有什么需要我黄冲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拿这钱置办点家具，开开心心的等丽丽回来。拿着吧。先生，要车吗？别走！你骗子！你叫谁女骗子？你不是刚才还女神仙女神仙的吗？我怎么就骗你了？什么纯阳金刚石，明明就是块黑炭。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宝贝了？哎，你把钱还我！哎，
什么时候还学会打人了？是不是？我打人，明明就是你骗人！你站住！你别再打女人了！我啊！那我问你，你干嘛拿块黑炭来骗我的钱？我跟你说过那石头值钱吗？没说。这个石头虽然对你来说不值钱，可是它是我男，他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送给我的。对你一文不值，可是他对我来说却特别的宝贵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啊，女神仙，我没有想到这个对你来说这么重要，对不起啊。这个店有问题。这么大一家店，光门头就比别人家气派不少，可里面啊，却没有一件真品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先说。你看这边这块玉，是羟色玉。如果你仔细看一下，上面有一些绿中带蓝的小裂纹，是羟色时留下的裂纹，行家称之为蜘蛛爪。再看一些这高级一点的羊脂玉吧，是萧子仿的。都说玉赛萧必定高，但就玉而言，常常泛着青光，纯白者极少。可是萧子做的就是纯白的。你看这块玉，它不但白得透亮，还泛着贼光，跑不了就是萧子做的。你还没跟我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靠的是江湖阅历。你想想，要是真的有这么多贵重的玉器放在这里，怎么可能像卖菜似的随意让人挑选啊？所以摆在外面的一定是仿件或是赝品。看中的时候再去里面详谈。你这不是歪门邪道吗？不过也算有道理。其实最奇怪的是这柜子上的手持电焊锹，估计这里面就是做赝品观音的作坊。你看，眼熟吧？哎，这块玉跟莫老爷的观音应该是同一块料。这一定是这里的老板拿边角料来雕些小物件赚外快。伙计，哎，二位老板，是想请尊玉佛呀，还是看上了别的呀？我看你这里啊都是普通的行货，只有这块玉佛成色极佳，看来像是上好的羊脂玉啊。老板好眼力，这块羊脂玉可是我们妙玉坊的镇店之宝。就这么一小块？别看这么一小块，这还是我们从客人那里买回来的，贵重得很呐。哦，是什么客人啊？我们家老太太就喜欢这种玉，我呢要找块大的玉帮她雕尊玉佛，多少钱都无所谓。你呀，要是能帮我做这块玉，我给你提3点。3点？那多谢老板，多谢老板。那二位老板请稍后，我就请我们老板下来详谈啊。请稍后啊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懂黑市行话，要不然怎么是牙行世家呢？那家伙肯定把我当成一个不懂装懂的冤大头。哎，你看这个，白田。肯定就是他了，骗了邓夫人。你看，他不仅骗了邓夫人，还骗了这么多人。先带回去再说，回去慢慢研究。好。你们2个早就盯上你们了，冒充外行打我们的主意，跑！喂，追！站住！进面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追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经过！经过！经过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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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往哪儿跑？经过！经过！不长眼睛啊！哎，看看看！经过！经过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！
再管我叫女神仙女神仙的了，我叫金枝，你以后管我叫金枝就好了。还有那个什么女骗子啊、女骗子的也别再叫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对不起啊，金枝姑娘，实在对不起。站住！站住！躲开！孟雄，救命啊！快躲开！孟雄，救命啊！交给你了。哦。快！没事吧？我倒是没事，不过你要怎么感谢我呢？我现在身上没有钱，哎，要不然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回去借了钱再来给你啊。那怎么行？买卖不是这么做的。我把他们打了，以后我还在这街上怎么混呢？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不是给你金刚石了吗？你要不然把那个金刚石拿来还我。啊。可是我真的很需要它来破我家里的桃花劫。我想想，哎，要不你把你的地址给我，我回去跟何笑借完钱，肯定会回来答谢你的。算了吧，这石头你就自己留着吧。啊，真的？最好永远留着。谢谢。我走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傻瓜。回来啦！哎，怎么那么着急啊？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啊？哎，对了，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？孟雄哥哥呢？孟雄他死了。你们两个没义气的，太瞧得起我了吧？那么多人，啊，叫我一个人来应付，然后自己跑回来。我们是看你有了桃花劫，所以不好意思打扰你。嘿，桃花劫？说说吧，有没有什么新发现？哎，还真的有，拿给他们看。看这个，我们查到了，那尊玉佛的确是假货，而且在丁字街口妙玉坊，他们造假的技术非常高，还养了一批打手，所以没有人敢揭穿他们。我们就是在那儿找到这个线索的。所以邓夫人，您的确是被骗了。妙玉坊，我以前听老爷说过，这是一家黑店，而且我们跟他们从来就没有任何生意上的往来，他们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的骗我呢？邓夫人，骗您的不是妙玉坊，
而是一个叫白田的人，账本上写得很清楚。对，在您出货的前一天，妙玉坊也出了一尊玉佛，就是这个叫白田的人定的。这上面全是他的记录，我看来他一定是骗了不少人了。对，没错。我们在里面提到这块玉，妙玉坊的人就十分警惕，还派了打手围攻我们。哦，看来这背后又是一盘黑买卖。一定就是这个叫白田的，把我的好玉给换走了。好玉？什么好玉？